钱，我觉得吧，咱们要不好好利用这次机会，寻求新的融资。是啊，咱们一代芯片设计可是专利，眼下是经营实际遇到问题，还欠着贷款，这是一个融资的好机会。好啊，只要对方不是丽蓉就行，对吗，顾总？钱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顾总，我们俩现在只能沟通工作，和您聊别的，我没心情。不是我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您赶紧回去吧。就算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剩下的我会和于总再聊聊解决办法。行，那就辛苦二位了，我先走了。那个，实在不行，我也能跟家里要。走了。李老师，别这样嘛，本来是该跟你早点说的，但前段时间你不是忙吗？于青青，你要再提我跟你急啊！啊，消消气嘛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儿啊。你看啊，之前我们都嫌他废，一出事儿要么找你哭，要么来求我。这回好不容易自己做了一回主，虽然说错了吧，但是我们见证了一个废物的成长啊。你这辩护思路有点清奇呀。怎么着？我该给顾浙鼓掌啊！他这不是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别提他了。总而言之，绝对不能让他回家里筹钱。我懂你的意思啊。顾浙出走做公司，本来就忤逆了家里，不出事儿还好，一出事儿，他们家非但不会帮恒星，有可能会直接卖掉恒星，然后拉他回去继承家产。恒星走到今天不容易，也不只是我们3个人的心血，还有实验室那些工程师们，还有那些兢兢业业的员工。咱俩这2天抓紧时间，找一找合适的 PE。好，加油！来，帮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。为什么？别的我都可以忍，为什么又是糖醋排骨啊？连续吃3天糖醋排骨了。这，宁总喜欢吃啊。你给谁交房租？我是给你交房租呀，但是你们也得给宁总交房租啊。有人给你撑腰了？没有，长能耐了。是。好，这菜为了我哥，我忍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个电饭煲坏了，没来得及买新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叫外卖呢？小蛋太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一个方便面可以做的这么难吃，你一点我哥的真传你都没学到。我别的都行，就这煮方便面吧，不是硬了就是软了。这样，我再点个外卖啊，很快点个外卖，叫个米饭。呀，要51分钟啊。哥，我哥们说，马浩在国外的账户呢，就是个幌子，国内的账户也一直没什么动静。
我总感觉他好像是提前做好准备了一样，让人无迹可寻。钱不会凭空消失，不管他洗了几回，总会露出马脚。哎，对了，哥，我说公司有内鬼的事情，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？宁总，这个您消失这段时间，马总确实找过曹总很多次，但是呢，曹总却又背着马总多次的向我打听您的下落，还想把我赶到公司宿舍居住，怀疑我和您之间没有联系的说辞。不过要说马总和曹总是一伙的吧，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可能。我哥和曹梅、马浩的关系，这外人谁不知道啊？但就是这关系吧，也是一把双刃剑。好的时候呢，是如虎添翼，可这女人一旦变了心，反手就是一刀。小易，你帮我从曹梅那儿看看有没有什么突破。行。还有，我要恒星总裁顾浙网上述3代的背调资料。为啥？他要怎么得罪你了2天之内给我民营就业房租。好嘞，哥。哎，陆生，我的房租是不是也免了？太难吃了，下回别做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哥他刚才是不高兴了吗？他现在不但会不高兴，还会发火、凶我、闷闷不乐，喜怒哀乐样样俱全。什么老十字的情绪认知障碍啊？我看呀是全好了。真的假的？这谈个假恋爱有这么神奇啊？哎呀，有可能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去完丽蓉以后，宁总还向我要了恒星夸克的资料。我总感觉吧，宁总好像有别的计划。恒星挂科。我知道了，什么？去。看来接下来的日子应该不会无聊了。为什么呀？是腹黑我哥解决公司危机的同时，玩转欺骗自己女子的在线复仇。啊？厉害！什么意思啊？哇，太难吃了。志明，你知道我要来，所以来接我吗？你来干什么？啊？哦，我来给你送肉丸子啊。我吃过饭了。这个就是当年你和我爸最喜欢吃的那种。我爸还说这是得了我妈真传呢。我还以为你很久没吃了，会有点想吃。进来吧。我给你分装好，然后放到冰箱里，你想吃的时候热一热就可以了。看着我干什么？马浩之前跟你说什么了？他一直都想跟我在一起。知道我们的事情之后，他就跟我挑明了，我没有答应。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这个。程明，
我不知道是不是谁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是我跟你一样，对于马浩做的这些事情，我也感到很难过。我不难过。他这个人对价值有错误的理解，而且一意孤行，出现这样的状况，那是必然的结果。说真的，我最近一直在想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好。哇，好香啊！是不是很香？好香的火锅呀！怎么有人闻不到吗？吃火锅。爸爸，来，快吃！吃，来，多吃。爸爸，快点，来了，挺好吃了。来，哎呀，来，拿好来，来，拿好。看看，来，现在想来，那大概是我最幸福、最快乐的时候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吧。证明爸爸不在了，你也突然间都不见了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对不起。是我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太心急了，我明明知道眼下公司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处理，等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完，我们再好好，好不好？
给家里打电话。妈，走了。哎呦，今儿没在这好好学习啊！哎呦，对了，人家得去食堂尽职勤工俭学的业务去了，多辛苦啊！是呀，再努力有什么用呢？又穷又笨的，这奖学金不是还是争不过宁成明师哥吗？对呀，什么味儿啊我！就是那谁的鞋嘛。哎呦，这风这么大，怎么鞋还刮下去了呢？是吧？对呀，这，走吧。没事儿，一双破鞋不值钱。哎，这爸妈扫大街，穷鬼穿假鞋。哎，挺般配的。曹教授，关于这个课题，我有新的想法。如果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就能更好的证明我们这个论点。我收集了资料，大家一起看一下。你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哎，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后把讨论？数据都是最新的。师姐，我还没想好论题呢。哦，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课下大家可以一块讨论。你怎么了？我看你样子，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哎。没有。教授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成明啊，你想好了和谁一起做课题了吗？马浩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一条跑道上的啊！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是说你们不一样。他值得愚蠢，总比聪明到无耻要值得信赖。我觉得马浩是一个对自己很认真的人。挺好的啊，浩。陈明肯带着你做课题，说明你很优秀，这样你就可以提前修完学分，是吧，爸爸？哦。哦，那个火锅好了，你赶紧过来吃吧。哎，好，尝尝。哇，真香！成明，喂，我想要的船呢？谁？起床啊，起床啊！哎，都是通宵加班，为啥你俩瞬间就能区分画风呢？因为老板您毫无加班经验。公司楼下有个健身房，赶紧去洗漱收拾一下。喏，起床啦，大家都醒一醒，投资局见人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都准备准备，这大会议室，打起精神来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。忙完这段时间，你要去哪玩啊？我准备学拳击。好，往内上。为什么学拳击啊？心情不好？谁说的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就算你心里再放不下老狐狸，暴力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。什么呀？你不要乱说好不好？我就是找个地儿健身放松一下。
我就算是再不要脸，那人家都当面拒绝我了，我也该长记性了。我怎么记得某些人说过，谈恋爱不能要脸呢？我纸上谈兵行不行？这事翻篇了啊！赶紧伺候完公司的事儿，闲鱼社畜，我好休假。得令。开会还要多久啊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之前找的那家好像临时反悔。反悔？什么？那我们不是今天开天窗？顾总别紧张，我同事说他索性找了一家更好。更好的？那是哪家？先别急，对方好像对恒星比较了解，他们上来就砍了30%的股价，正在来的路上，应该快到了。这还没见面呢，就开始压起价格来了。说吧，到底是哪家王八蛋？李小姐是在说我吗？首先，我姓宁，不姓王。其次，作废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。让我们重新来谈条件吧。张叔，您说，这次实在是不好意思，程明他突然改变策略，我之前给二位的承诺可能就……哎，小梅，听说是丽蓉主导的合作，具体情况我也不太了解，程明他也不愿意多说。到底是被你爸爸看中的人，那种局面都能被迅速盘活，真的是不可小觑啊。不过，程明倒也真是大胆。要知道，李静凡那个人可是很难被撬动的。只是他要买恒星，莫非也知道那个传闻？嗯，什么传闻？那，这个是我知道。李静凡有个女儿在恒星，他女儿呢，很多人对他有看法，但李静凡呢很器重他。哎，对了，他叫李什么来着？李潜。对，若收了恒星，再拿下李潜，这真是背靠丽蓉大树，好乘凉啊！当然了，这些都只是叔叔们的猜测。再说了，程明做事情一向是执着专注，不可能想到这些的。小梅，你可千万别多想啊！哎，不会，喝咖啡。来。为什么你大哥也来了？不知道，不过看样子是说服了丽蓉做官邸并购恒星的资金支持。
宁先生，我觉得刨除估价过低这件事，方案里面提到并购后2家的具体人事调整还有待商榷。李小姐，请问你在恒星的职位是？董事长秘书。看来恒星确实很值得关鼎再涨估价。毕竟连秘书都这么厉害，那想必作为领导者的总裁也一定是优秀到出类拔萃。啊？宁先生，您过奖了。您能在关鼎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忽悠丽蓉一道压榨并购恒星，您才是人中龙凤。宁总，这里面涉及到的竞业条件是否可以放宽一些？当然，这部分可以同关鼎还有丽蓉的法务进行共同协商。那正好，毕竟5年的锁死期实在太长，我觉得可以考虑把锁死期适当缩短。不过，像李小姐这样有能力的员工，正是关鼎想要替恒星留住的人才。你的话，关鼎不想退让。宁先生，建议您注意一下沟通方式。您说的对，这部分我们可以后续慢慢聊。正好，大家都看得差不多了，不妨我们稍作休息。起来，没事吧？不行，我让顾浙跟李金凡聊聊。不用了。丽蓉是浩然最大的资本，关鼎和恒星又互为上下游。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一桩合算买卖。之前我们回避不考虑的因素，主要是主观情绪。眼下再等居间人去另找合作方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恒星真的等不了。可是宁成明也太明显了。明显什么？针对你啊！他大学的时候不就难伺候吗？也是，只不过锁死期有点长，顾浙没有办法很快脱身，有点难熬。我出去透口气。小梅，轩哥，我们聊会儿。见到我，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。开心啊！我为什么要不开心啊？我们恒星打开门做生意，来的都是客，更何况是您这样的金主爸爸。李秘书不愧是恒星的灵魂人物，能屈能伸，还是厚颜无耻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宁先生，我认为呢，人做错了事就该承认。承认了就得站着挨打，你要是想打就现在打。毕竟我认为，我该和您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并且我不喜欢留隔夜仇。说的真好，言简意赅。但是我们之间的旧账，你说了不算，得我说结束才行。